以前我总觉得只有能说会道，才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，收获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但前阵子看到哈佛大学的一项社交调查，却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超过70%的人对寡言少语的朋友更为信赖。话说的越多，往往得罪的人也就越多。懂得适时缄口的人，反而能收获好的人缘。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和周围人搞好关系的第一步，就是少说话。咽下诉苦欲。作家三毛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，曾有段时间他身体很差，诸事不顺，心情很糟的他常常跟身边的人诉苦。一开始大家都很热情耐心地听他抱怨，还不时安慰他。可时间久了，他发现只要自己一开口，他们的表情就开始变得很微妙，随即找个由头就匆匆离开了。直到一天，他无意中听到他们在背后议论，天天哭丧着个脸，看见他都倒背口。那一刻，三毛如遭雷击。生活中很多人总喜欢逢人就诉苦，想以此获得慰藉，却不知过度暴露自己的伤口，不但不会带来安慰，还会招致嫌弃。没有人甘愿做你的情绪垃圾桶，日复一日吸收你的负能量。每个人自己的事情都已经应接不暇了，哪还有精力去消化你的痛苦了？你的频繁抱怨只会让大家倍感压力，快速逃离。正如心理学家约翰·戈特曼所说，在人际关系中，负面互动如果过于频繁，会破坏彼此之间的情感连接，降低关系的质量。负面情绪就像瘟疫，令人避之不及。有人问过美食家蔡澜一个问题，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人？他不假思索道，消极之人，那种长吁短叹，不积极改善生活，还到处卖惨的消极主义者。所以不要把自己活成祥林嫂，到处诉说你的不幸。管住嘴巴，咽下委屈，一个人默默消化，悄悄努力，才是成年人该有的姿态。当你不四处散发负能量时，别人才愿意向你靠拢。戒掉炫耀欲。丘吉尔说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，炫耀是需要观众的，而炫耀恰恰让我们失去观众。妄图通过卖弄优越感来赢得大家的赞美和认可，结果只会让你离身边的人越来越远。自媒体作家谢婷婷讲过一个故事，他有一个朋友，前段时间为公司签下一大单，因此升职加薪。自此每同事聚会，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讲自己是如何拿下项目，到手是多么大一笔奖金，以及他现在是多么被领导器重，话里话外都是自己多么优秀，谁都不如他。看着大家都在羡慕恭维他，他得意极了。可渐渐的，他发现大家聚会不再喊他，公司有重要项目，也没有人愿意跟他一组。对此，大家阴阳怪气解释道，你这么厉害，肯定不需要我们呀。结果年底考核不达标，他再次被打回原形。刘墉在《你不可不知的人性》一书中写道，炫耀式分享是人际关系的隐形杀手。你不经意间的炫耀，唤起的往往不是赞美，而是心理失衡。要知道，恨你有，笑你无，嫌你穷，怕你富，才是人性真相。所以你在同事面前显摆，结果只会被排挤；你在亲戚面前招摇，得到的只会是别人的眼热；你在朋友面前炫耀，在他们听来就是变相的贬低；而在陌生人面前吹嘘，就是在为自己树敌。秀优越不仅不会让你收获好人缘，只会让你成为孤家寡人。诚如稻盛和夫所说，如果你想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，那就不要跟他们分享成功的喜悦。劳谦虚己，则负之者众；骄慢倨傲，则去之者多。少说炫耀的话，低调内敛，和光同尘，关系才能细水长流。克制反驳欲。在一档综艺节目中，李雪琴对大学生选专业提出建议，没有热门的专业，就选热爱的。嘉宾许天琪立马跳出来反对，还是得选热门的。李雪琴解释道，我是说没有热门专业可选的情况下，尽量选择热爱的。许天琪仍不依不饶，那也不能选热爱的，而要选喜欢的。此言一出，现场一片尴尬，
所有人都清楚他说的喜欢和李雪琴说的热爱明明就是一个意思。你的身边是否也有这么一种人，不管你说什么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反驳。他们伶牙俐齿，刚愎自用，总觉得自己的见解更高明独到，胜你一筹。哪怕你们的观点明明一致，他也会强词夺理，力证自己的与众不同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压根儿就不论对错，不讲道理，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。跟这种人相处，光想想就令人窒息，更何谈长久相处。微博上就曾有一个热门话题，最令人讨厌的说话方式是哪一种？答案毫无悬念，反驳型人格高票当选。逞口舌之力并不会让别人高看你一眼，反而是在为自己的人际关系掘墓。政治家富兰克林年轻时有一副好口才，因此特别喜欢争辩。每次和朋友聚会，他都会把对方对得哑口无言才罢休。他全然不顾朋友们的感受，还为此得意洋洋。直到朋友一个个离开，他才幡然醒悟。为此他感慨道，你辩论反驳，或许你会得到胜利，可那胜利是短暂空虚的，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好感。没有人会喜欢一个处处对自己的人，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杠精共处一室。言语上的常胜将军只会是人际关系的输家。如果你想收获好人缘，那就收起你的高姿态，克制你的反驳欲。智者善止语。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至理名言，上天赐予我们2只耳朵2只眼睛，但只赋予我们1张嘴巴，目的就是为了多听多看而少说。少说是一种涵养，更是一种智慧。它不仅能让你避免言多必失，更重要的是它能让对方感受到被重视、被尊重、被需要，而这恰恰是一段良好关系的开启。你知道吗？民国时期，清华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校长荒，其原因是清华的师生自我意识非常强，只要他们不喜欢，校长都会被赶下台。就这样，一连赶走了3任校长，无人敢接，直到梅贻琦的出现。他不仅打破了僵局，还成了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，被誉为清华永远的校长。与前面几任校长的高谈阔论截然不同，他一向沉默寡言。就职演讲上，满腹经纶的他没有长篇大论，没有标榜自己，而仅凭一句话打动了大家。他说，真正的大学不在于有多少大楼，而在于有多少大师。每逢校务会议，他也总是找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，只是静听，很少发言。看到教授们的茶杯里没水了，他会起身亲自续水。对待学生，他更是温润如水，虚怀若谷。不管谁给他提意见，他从不急于辩解，而是耐心倾听，然后微笑称无从众，让人如沐春风。大家皆被他折服，尊称他寡言真君子。以前我们总以为靠语言能拉近关系，但其实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是一种安静的力量。比喋喋不休更让人舒服的是那份不动声色的涵养，比能言善辩更让人折服的是那份海纳百川的襟怀。寡言少语从来不意味着愚钝笨拙，而是源于踏实与稳重。三缄其口也从来不代表冷漠无情，而是懂得尊重与谦逊。万言万当不如一默，少说话多做事，少张扬多倾听，你会发现生活中会少很多敌人，多很多朋友。国学大师曾仕强说，你讲的越多，人际关系就越坏。管住嘴不仅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，更是给别人留一份尊重。终有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能赢得大家认可的，并不是那个话最多的人，而是眼里有他人，心里能装着别人的人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系，靠的是心，而不是嘴。当你学会用倾听替代倾诉，用谦虚代替吹嘘，用肯定替代否定，你的人缘自然会越来越好。